正在新加坡出席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同期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这也是拜登政府执政1年多以来中美防长首次会面。魏凤和表示，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稳定的两军关系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两军应当避免冲突对抗。在台湾问题上，魏凤和强调，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据国防部发布报道，魏凤和说，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人类战胜危机指明了正确方向。亚太的和平稳定需要地区国家共同努力维护。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这也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美国必须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不要攻击抹黑中国，遏制打压中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魏凤和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会谈中，双方认为，两军应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增进双方战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南海问题、乌克兰危机等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高度紧张的这个状态，所以这种紧张的状态呢，如果不能进行很好的管控的话，容易导致这种紧张状态的严重的升级，绝对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中美两个大国的利益是不符合的。深圳卫视注意到，5月初，奥斯汀就在联邦参议员拨款委员会上表示，他期待能在新加坡与魏凤和会面，主动释放希望与中国防长进行面对面沟通的信号。时隔3年，中美防长面对面对话也成为本届相会的一大焦点。彭博社援引美国防部官员的观点称，在中美防长会晤期间，美方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帮助建立两国军事关系防护栏，从而能够更好地管控竞争。美方也乐意跟解放军维持沟通管道，避免误判。两国防长还同意在年内再举行一次会晤，不过具体时间尚未确定。下一步，双方将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商讨两军交流合作事宜。相会主办方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院此前表示，中美竞争和俄乌冲突是这次对话的2大主题。关于乌克兰问题，魏凤和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劝和促谈做出积极努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如果谁想在乌克兰问题上借题发挥，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将坚决反制。据美国媒体报道，奥斯汀也会借相会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向中方施压。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魏凤和继2019年以来第2次参加相会。3年前，魏凤和在相会发表大会演讲，阐述了中国的国际安全观，从4个如何抉择的角度提出了对国际安全形势的看法。在台湾问题上，魏凤和强调，绝不容忍发生重大台独事变。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维护祖国的统一，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在今年相会期间，美国防长奥斯汀将在周6就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计划发表讲话。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将于周日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作大会发言，全面介绍中方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理念和实际行动。外界预计，奥斯汀在此次围绕印太战略军事安全的演讲中，将继续拿所谓地区规则、国际秩序、武力改变现状等问题说事，抹黑中国。魏凤和此次如何针对性回应，也备受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今年的相会将是中国防长的外交硬仗。
因为美方已经摆出了比2019年更高的声势。中美都会借相会的平台，提出对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不同构想，彼此竞争，争取更多区域国家的支持。但联合早报也指出，相会多年举办的经验证明，大国管控分歧，避免本区域走向军事冲突的不归路，这是相会的最大意义所在。因新冠疫情而停摆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周五再次在新加坡拉开帷幕。本届相会的官方代表团规模较往年更大，还出现了许多来自欧洲的新面孔。而作为相会常客的美国，参会阵容也有微妙变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演讲稿内容被提前曝光，大篇幅提及东海、台海、南海等涉华议题。相比3年前，如今的亚太安全格局更趋复杂，各方将如何博弈交锋，看点十足。香格里拉对话会是全球安全防务领域首屈一指的多边对话平台。自2002年起，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因疫情停摆2年后，今年再度线下召开。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周4报道，来自全球42个国家的军政高层和防务领域学者将云集新加坡，参加为期3天的第19届相会。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达37个。据悉，今年参会官方代表团规模普遍比往届更大，欧洲参会国明显增多。除了英、法、德等常客，乌克兰、捷克、荷兰、瑞典、挪威、立陶宛等纷纷入局，连中立国瑞士也前来报道。与此同时，此次有9个国际组织参会，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常露面的陌生面孔。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以及英、澳、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5国于1971年成立的5国联防组织等。有学者指出，尽管在新加坡举办，但相会的主办方是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院，因此诸多议题设置都显示出浓厚西方的色彩。例如，这家英国智库就在声明中表示，今年的对话发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美竞争加剧之际，将为代表们提供与全球国防政策制定者进行面对面讨论的重要机会。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俄乌冲突实际上打破了它冷战以来对于这个欧洲安全局势的一个看法。那么呢，实际上对它造成的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欧洲国家呢，它前段时间公布了自己的印太战略。那么这个印太战略呢，跟美国的印太战略也有所区别，它主要是关心一些商业的，还有经济方面的往来。那么在这些方面呢，其实欧洲国家也希望亚太地区呢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参加多届相会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认为，一方面，相会本身希望扩大规模与影响力，超越亚洲向全球扩展，而且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想借助这一平台提升话语权。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拉盟友前来参会，乌克兰也首次派出由副部长领衔的代表团参会。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周6下午发表30分钟的视频讲话。值得注意的是，相会主办方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院没有邀请俄罗斯参会。此前，会议组织方还禁止俄罗斯塔斯社参加会议报道，还声称要确保在会议期间没有俄罗斯媒体。在遭到抗议之后，组织方撤销了针对俄方记者的禁令，并道歉。而作为相会常客的美国，此次参会阵容也有微妙变化。往年，美国一般派出防务部门3驾马车，即防长、印太司令部司令以及参联会主席或海军作战部长亮相，而此次第3架则缺席，换成了海岸警卫队司令。分析指出，近年来海岸警卫队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被美国媒体称作美国在南海的新工具，通过向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南海沿岸国提供装备、培训和联合训练等方式保持紧密联系，将其影响力投射到南海。此外，还通过将军事资产从夏威夷部署到日本等地区，试图应对中国海监、海警等海上力量，也使西太安全形势更为紧张。此次海岸警卫队司令首次参加相会，明显是要对中国周边国家释放增加存在感的信号。这个信号还是相当明显的。如果我们把时间回到5月份的时候，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这个会上呢，美国就提出要投资6000万美元给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让他在亚太地区呢增加部署。所以呢，这次呢，他派海岸警卫队司令来参加相会呢，也是他整个印太战略这个逻辑链条的一环。海警是一种准军事化的一种机构，然后军队呢是一种军事化机构，这样的一种配合呢，来更加的在海上周边呢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参会国则是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在周五晚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他也是自2014年以来在香会发表演讲的首位日本首相。日方派出的阵容也被媒体形容为史上罕见。除了岸田文雄，还有防长岸信夫、副防长垂稻明宏、自卫队武官最高领导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等人。就在香会召开前夕，岸田文雄的演讲稿内容被日本共同社率先曝光，其中大幅提及东海、台海、南海等涉华议题。此外，还呼吁推进20余国海上合作，并称是为了维持印太地区海洋秩序，提升海上安保能力技术合作。同时，演讲稿还宣称通过对话构建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还提出日本除了提供巡逻船和构建海运基础设施外，还计划在人才培养上支援印太各国等计划。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岸田文雄还借俄乌冲突大做文章，硬扯台海问题，渲染危机感，称同样的事态也可能在东亚发生，还宣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于日方近期修改法律，将防卫费从 GDP 占比从1个百分点提高1倍到2个百分点，受到区域国家警惕一事，岸田辩护称，日本有意在5年之内从根本上加强防御能力，确保军费相当程度的增额。还有报道称，日本方面或借此次相会点燃核武争论，主要渲染俄罗斯的核威胁，并主张推进以与美国的信赖关系为基础的现实性核裁军举措。外界注意到，往年较少参会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这次也来了，意在配合日方提出的这一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文雄上台后全力配合推销美国的印太战略。日本媒体预计，他将在相会后宣布出席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或将成为首位参会的日本首相。日本虽然不是北约国家，但美国力邀日本参会，北约也力图以日本作为推手，推进北约对接美国印太战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指出，傍上美国和北约的日本，或将再次搅动亚洲风雨，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带来潜在危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这个主旨演讲，从他提前公布的这些内容来看呢，其实里边的这个反华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在很多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上，都采取了非常错误的观点。那么它实际上会对这种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一种非常不良的影响，那么也会破坏这种地区的这种安全稳定的局势。相会开幕第一天就上演重头戏，中美防长已进行面对面会谈。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所谓先声夺人呢，也可能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本届论坛最吸引眼球的大件事儿，在论坛揭幕当天就上演了。当然呢，这也意味着日本首相岸田今天在相会开场晚宴中发表的主旨演说，尽管他之前憋足了劲，也做足了前期的准备，这场演说是铁定上不了头条了。那么这是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防长首次面对面会晤。更重要的是，按照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四对犹他州一所大学发表视频演说的最新的评估，那么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在正处在1972年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所谓 the lowest moment。 那么加上俄乌冲突现在正在激烈上演，美国又口口声声要实施对华新战略，首要发力方向呢，就是要在印太，尤其是中国的周边搞所谓塑造战略环境的行动，对中方进行所谓的战略约束。那么也因此，这次中美防长会晤看点十足，可谓是本届相会的头号新闻，没有之一。那么外媒在前瞻会晤时提及最高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交锋。比如呢，路透社昨天发自新加坡的电稿就声称，中美可能会在相会期间相互交锋，所谓 trade blows。而论坛东道国的媒体联合早报今天也刊文分析，说中美料就军事卫台以及俄乌战事等议题交锋。那么新报今天也再度刊出了中国防长上次在出席相会时代表中国军人就台海问题说出的重话，那么这也是让全世界都记忆犹新的一番话。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能维护祖国统一，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上一次被当面告知的是代理防长沙拉汉，那么相信这次奥斯汀他呢也会从中国防长的口中来再度确认，在中美关系，尤其是两军关系最核心、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海议题上，
中国军人的立场取态。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美防长见面吵归吵，甚至在一些个焦点议题上吵得还很激烈，但是呢，能够坐到一起来谈，本身就很有积极意义。当面吵总是强过背后吵。那在您看来，中美防长会晤的积极意义何在？为什么您认为中美防长当面吵强过背后吵呢？首先，当然意味着中美两军的高层沟通仍然保持畅通，也就是五角大楼昨天官宣稿所强调的，奥斯汀希望 keep lines of communications open。那么这种直接沟通的意义，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对中美管控分歧、减少误判，无疑呢是有建设性的，很具现实意义。举个眼前的例子，这次相会，乌克兰一位副防长也受邀到会出席，而且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在相会论坛发表这个视频演说。但是呢，按照五角大楼的爆料，那么自俄军2月24号打响对乌战事以来，无论是奥斯汀本人，或者是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他们寻求与俄防长绍伊古或者是俄军总参谋长直接沟通，那么热线是一直打不通的。路透社今天发自新加坡的电稿引述五角大楼吹风官员说，美方对这一次的防长会晤高度重视，强调美方采取一切努力以确保会晤进行的职业具体。那么此外呢，他也再度提及美方所谓 guardrails， 也就是防护栏说，强调要在中美紧张关系中建立防护栏。那么随着和中国同事的深入交流，奥斯汀他想必会强化这样的一种认知，最该建防护栏的，也是最有必要确保这防护栏它质量过硬，足够抗冲击的。那么恰恰就是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台海领域。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在访问日本期间再现所谓口误风波，妄言美国有义务出兵协防台湾。那么最先出来澄清的，除了白宫发言人，就是奥斯汀本人，他强调美方的一中政策不变。如果我们联系到此前《华盛顿邮报》头号政治名记伍德沃德新书的爆料，在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变相煽动支持者围堵冲击国会山，华盛顿政坛乱成一锅粥之际，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曾经2度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作成将军，向中国军方交底，美军将会守住不冲突的底线。那么在我看来，这实际上也是美军所谓构筑两军关系防护栏的现实努力。那么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相会的开场演讲，您有哪些特别观察？岸田这一场主旨演说被中美防长会晤抢了头条，但是呢，他的演说所涉及的内容还是大有文章的，那么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我前面说了，岸田为这场演说他做了很多的政策舆论铺垫，甚至按照岸田本人的规划，那么这个6月他要迎来国际舞台的所谓高光期。除了今天这场主旨演讲，那么他月底呢也大概率会出席北约扩大峰会。今天韩国总统府已经发布了尹锡悦将会参加北约峰会的消息。韩媒呢也一直在热议日韩领导人在北约峰会场外实现双边会见的可能性。那么说到岸田他的政策准备，他在来新加坡的前一天，以首相和自民党党首的双重身份宣布，自民党将会聚焦4大政策支柱，也就是所谓外交与国安、应对油价飞涨、应对国内通胀、灾难应对与传染病防控等等。那么岸田确认将外交和安全发力顶在最靠前的一个位置。他声称日本已经处在后2战时代的历史路口，自民党将会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那么在具体行动上，岸田发表主旨演说之际，日本自卫队的总航母出云号已经驶向印太，将会参加包括环太军演在内的一系列的大型军演。美国总统拜登上月访问日本和岸田会晤之后，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就确认，美日军方将会联合在第三国进行多项多边演训。那么这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将会以美军推进印太战略为契机，全面加速走向海外。在我看来，日本的这个战略定位就是争当美方推进印太战略的头号驱类马仔，这意味着日本在区内安全领域的暴走是少不了的，甚至不排除日方会动作变形，推高对抗。比如呢，按照共同社的说法，岸田的开场演说将会大谈海洋秩序与所谓联手20国提升海上保安能力，就是所谓考虑到中国的动向。那么岸田呢，把矛头直指中方。今天呢，南华早报也在提前预告，岸田在相会会场打台湾牌，在谈俄乌冲突时，他强扯和台湾的所谓关联，是要向中方发台海警告。那在我看来，如果这种关联性
确实存在的话，那么真正意义的强关联是领土问题，是主权问题。泽连斯基他对外发声，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保持本国的主权，确保领土完整。那么就像魏凤和今天在和奥斯汀会晤时所正告对方的，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政府和军队将会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统一。那么这一番警告同样适用于一心打台湾牌的日本政客。美国政府周三宣布批准了一项新的对台军售计划，拟向台提供价值1.2亿美元的军舰零部件及相关技术支持。中国国防部、外交部及国台办对此回应，正告美方售武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美方应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台外事部门周四证实，已经收到了来自拜登政府的正式通知，美国宣布将向台出售价值1.2亿美元对台军售。此次军售内容包括船舶和船舶系统的非机密备件和维修部件、后勤技术援助、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代表技术和后勤支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防务合约内容不涉及机密级，但各方都未透露涉及哪些部件及服务的细节。这是今年以来美国第3次对台军售，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4次对台军售，主要是涉及保养、维修服务等内容。美国现在打台湾牌呢越来越起劲儿，你看美国现在呢是不断的向前突破，那么在对台军售方面频次呢也是不断的强的。因为今年以来呢，就是他为什么现在呢才是半年时间，已经第3次对台军售了。那这个呢就是美国呢在极力的打这样台湾牌，他呢是在进行一种冒险就可能是美国现在是有点挑动了台海局势的这种意思。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回应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及提供军事技术支持，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破坏。谭克飞强调，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某些外部势力，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敦促美方把4不一无意的表态落到实处，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台售武计划，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玩火。民进党当局企图购武，以武拒统，只会进一步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把台湾同胞往火坑里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敦促美方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切香肠的方式搞了4次对台军售。去年8月核准售给台湾的40门 M109A6 帕拉丁型自走炮等项目，总金额约7亿5千万美元。有岛内媒体曝光，美方挤压的对台军售总额已经超过140亿美元。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认为，拜登政府这次推出的军舰零部件以及相关技术支持，显然是对此前 M109A6 自走炮订单生变的一种弥补，但看不出美方对民进党当局所形容的展现出美国政府对台湾防务需求的高度重视的诚意。以前呢，他觉得卖给台湾地区的武器装备呢，已经很多，都是这些大件的。那这个呢，都是在特朗普时期。那像现在呢，就要把相应的这种短缺的地方呢，要逐渐的给补足。拜登政府跟之前的美国政府呢，没有什么区别。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认为，台湾海军主力舰艇4种型号中，除了拉法叶定康级巡防舰之外，有3型都是美系舰艇，包括原为美海军基德级舰的基隆级导弹驱逐舰，由美国海军佩里级巡防舰改装的成功级导弹巡防舰，以及由美军诺斯克级巡防舰改良的济阳级导弹巡防舰。
均为上世纪70年代左右的老旧型号，一般是美国提供材料给台湾组装，或者接收美国二手军舰使用，性能大不如前。陈国明形容这些美国军舰是买车容易养车难，时间一到，美方就会通知台军购买保养服务，价格昂贵。可以说，美国的对台军售呢是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老鼠来先骂，大头在后边，给台湾地区的卖先期的这些武器装备啊，比如说 F-16战斗机啊，还有呢像基德级的这些军舰也好，看起来是相对来说就比其他的这些售价就比较高，但后边这些零部件贵料那更贵了，这个呢就是使得呢美国的军火商能够呢赚取更大的利润。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拜登政府再度宣布包含海军舰艇零附件及相关技术支援在内的总额1.2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您作何解读？我认为，纵观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宣布的对台军售案，呈现出了2个鲜明的特色：其一是跟特朗普执政时期一样，军售次数仍然频密。拜登上任1年半以来，已经宣布了4次对台军售，光是今年内就宣布了3次。其二是，不仅这些军售案所涉及的金额都不大，大多在1亿美元一单左右，而且并没有把增量武器卖给台湾，仅仅是在为台湾现有的装备提供维修保养与技术支持。其中唯一一单宣布要卖给台湾的增量武器 M109A6 制造炮还被临时取消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宣布的对台军售案很明显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也就是要通过这种小而频密的对台军售案来告诉外界，一是美国对台军售已经开始走向常态化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二是美国通过对台军售来支援台湾的政治决心没有变化。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呢？我认为我们千万不要表错了情，会错了意，误以为这是拜登政府在对中国大陆展现善意。事实上，拜登政府在对台军售上的这个变化，完全是因为受到了一个突发性的事件的影响，也就是俄乌冲突。首先是因为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拜登政府眼下最为紧迫的军事任务，就是要利用俄乌冲突的千载不遇的机会，全力支援乌克兰军队，彻底消耗与拖垮俄罗斯。而美方对于乌克兰军队的最好支援方式，就是以租借名义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各样的常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军工生产企业实际上就处于了一种超负荷运转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富余产能来为台湾生产常规武器。其次，受俄乌冲突的启发，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不对称作战武器对于台军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正在全盘反思与检讨未来甚至是过往已经宣布的对台军售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拜登政府就有可能宣布全新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甚至会包含相当多的进攻性武器。而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意味着，对台军售的主动权已经从蔡英文当局手上进一步转移到了拜登政府手上。也就是什么是对称性武器，什么是不对称性武器，将来完全由美方说了算，台方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只能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而且美方掌握的不仅仅是对台军售的主导权，实际上还变相的掌握着台军在未来台海战争中的作战方式的主导权。因此军迷们可以从拜登政府接下来会卖给台湾什么样的不对称性武器当中，反向推导出美方预估和设计的未来台海战争的模式。好，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当地时间周四，俄乌在顿巴斯地区的激战仍在进行，俄军继续打击乌东部多个军事目标。与此同时，北约成员国在波兰举行了历史以来的最大规模演习，俄罗斯也不甘示弱，出动几十艘军舰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康纳申科夫周四表示，
俄军一天消灭乌军500多人，俄空天军一天内摧毁乌军2个指挥所和23个军事据点。俄国防部当天的战报显示，俄军已经跨过北顿涅茨克河，进入普罗托波皮夫卡地区，继续打击乌多个军事目标。位于乌东地区的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市仍是当前俄乌争夺焦点。乌军指挥官周四表示，北顿涅茨克市当天发生激烈巷战，该市供水中断，激战一直持续到9号晚间。乌军表示，目前仍控制着北顿涅茨克市1/3地区，但要完全夺回该市控制权十分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北顿涅茨克战役将决定顿巴斯地区的命运。Це дуже жорстока битва, дуже важка. Мабуть, одна з найважчих протягом всієї цієї війни. Я вдячний кожному і кожній, хто обороняється на ць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Багато в чому саме там зараз вирішується доля нашого Донбасу. 卢甘斯克军事长官谢尔盖盖代周三承认，要守住北顿涅茨克非常困难。盖代预判，俄罗斯未来几天的主要目标是完全拿下北顿涅茨克，并彻底切断巴赫穆特和利西昌斯克之间的道路。不过，他也强调不会放弃这座城市。这个地区如果占领了以后，俄罗斯控制住了以后，那俄罗斯可以说把卢甘斯克的面积基本上100%控制了。那在军事上来说呢，这个卢甘斯克的这个北顿涅茨克基本上是位于目前顿巴斯地区乌军这个正面防线的北侧，然后在这个方向打开一个缺口以后呢，第一，俄军如果说继续向后进攻，打这个利西昌斯克什么的，它可以对这个乌军的防线的侧翼进行一定的这个威胁和迂回。另一方面呢，这个北顿涅茨克因为是城市带，过去以后它就没有这种能够坚守的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现代化城市，而且也没有这个北顿涅茨克河可以去坚守，因此这个接下来的环境对于乌克兰来说防御会更加的困难。在乌东顿涅茨克市周边的阿夫杰耶夫卡，乌军也在伺机反攻俄军。Вот они сейчас занимают место, работать будут. Саид, по цели 229, работать готов. Ну, первый пошел. 一名顿涅茨克地方武装的炮兵周四表示，乌军虽有美援助的榴弹炮，但他们显然未受过相关训练，只会盲目开火。Появились новые поставк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орудия, такие как М777. Ну, подготовки у них, я так понимаю, особой нет. Ведут они огонь более неприцельно. Просто лупят по городам, селам, населенным пунктам, уничтож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俄军的第2阶段其实还没有完全完成，他还要去把这个顿涅茨克州的其他的一些地区也要给收复过来。那这个过程呢，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除非乌军全面主动的大规模后撤，否则的话，估计也会和这个像之前的马里乌波尔，或者说像现在的这个北顿涅茨克一样，反正这个第2阶段如果是这样打的话，结束还需要一段时间。俄罗斯所称的第3阶段的，比如说什么去进攻这个扎布罗热呀，或者说这个进攻这种其他的什么，甚至说是攻下敖德萨这样的行动呢，我觉得短时间内还不会开展。此前有报道指出，参加乌军作战的外国雇佣兵一度减少，但有美国媒体注意到，近期外国雇佣兵再次增多。Рухаємося з військовими в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 На тлі все горить. Ми їдемо, бачите, в броньованих автомобілях. В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у йдуть вуличні бої. Досить таки складно, плюс підтримка артилерії. Але українські військові втримують позиції. Зараз ми їдемо, їм на підсилення їде іноземний легіон.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三表示，乌方已累计招募6500多名来自美国、英国、以色列、波兰、加拿大和捷克等国的雇佣兵，但目前几乎折损了一半。В июне числ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сократилось почти вдвое. Кто-то погиб, кто-то одумался, кто-то вернулся домой, ну а кто-то попал в плен.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вербовка наемников 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 рекрутируют, не поверите, афганских беженцев. Ну и
что тоже симптоматично недобитых в Сирии игиловцев. Wir haben darüber hinaus jetzt aktuell entschieden, dass wir das System IRIS-T liefern werden, mit dem man eine Stadt wie Odessa oder Kiew den Luftraum schützen kann. Etwas ganz Besonderes. Das ist natürlich hoch begehrt. Da gibt es lange Bestelllisten bei der Industrie. Das sind auch nagelneue Waffen. 从德国现在对于这个军援百般推诿的这个过程来看，北约其实对于就是说他们对甩库存好像态度比较的容易接受，但是你要真的拿出好的装备来，他们也不太愿意。我觉得，乌军在使用这些装备上，目前的这个状态是有问题的。就是按理说，乌军拿到装备以后集中起来，然后在后方组建一个等于说是预备队，或者说是一个重兵集团，然后呢，这个在需要的时候把重兵集团拿来进行反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呢，是乌军把这些部队就属于添油，我编练出来一个营一个连，我就送到前线去，然后填到前线进行消耗战。对于战局的改变是没有根本性作用的。俄乌双方自3月29号在土耳其结束第5轮谈判以来，谈判就陷入了停滞。近日，俄乌双方似乎又释放出和谈信号。但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35名高级官员。这是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方面首次对俄政要高官进行制裁，也被视为对俄展现的强硬姿态。这是否释放出关闭和谈大门的信号？此外，俄罗斯与土耳其就从黑海出口乌克兰粮食问题未达成协议，全球粮食危机再添阴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签署总统令，宣布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制裁措施。除普京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总理米舒斯金、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也被列入制裁名单。此外，261所俄罗斯大学的校长也受到制裁。据悉，制裁自颁布之日起生效，无结束期限，其中包括冻结资产，在禁止进出口活动方面限制贸易活动，防止资产从乌克兰撤出等。外界注意到，就在2天前，泽连斯基在参加英国《金融时报》组织的视频会议时表示，对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展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因为与俄罗斯的冲突僵持不下不是办法。当时外界认为，停止了近3个月的和谈或许正在打开新的窗口，但现在看来，制裁普京一事让这扇窗口又关上了。俄方对泽连斯基向英国媒体表示要与普京见面也并不乐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要实现俄乌总统会谈，应该先恢复双边谈判，但乌方目前是退出和谈的状态，因此泽连斯基宣布要与普京会晤的问题是无法筹备的。在战场上看到这个俄军占据了更多的优势，现在基本上已经控制了北顿涅茨克市的大部分的地区，接下去呢就很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对这个卢甘斯克州进行一个完整的控制。那么乌克兰其实在这些方面都很大程度上已经很难以抵挡这个俄军在这个地区的这样一个攻势，所以呢它只能通过一些外围包括像在这种制裁等等，那么来对俄方展现一种强硬的姿态。但实际上这种强硬的姿态呢目前来看能起到的实质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俄方多次表示，俄乌冲突3个多月以来，西方的多轮制裁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据俄新社报道，普京周四在与青年企业家代表会面时说，尽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施加了制裁，俄罗斯不会在经济上自我封闭，不会给自身设置障碍。他还强调，从外部围堵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俄方也不打算给自己设置这样的围栏。针对近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全球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甩锅给俄罗斯，普京回应说，那都是西方国家自身原因所导致的，西方国家限制俄罗斯的行为是在作茧自缚。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两国合计小麦出口量占全球的30%，玉米占20%，葵花籽油占76%。俄乌冲突升级引发对全球市场粮食供应不足的忧虑。乌克兰方面指认俄罗斯封锁乌方港口，阻止乌克兰出口粮食。俄方否认干扰乌方出口，指认乌方在黑海水域布设大量水雷，危及航行安全。联合国此前专门就此事进行协调，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也访问土耳其，与土外长恰武什奥卢专门就建立乌克兰粮食出口安全走廊问题举行会谈。不过，双方并未就此事达成一致。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乌方对俄土绕开乌克兰进行粮食出口谈判表示坚决反对。
作为世界上排名第5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全球出口总量的9%，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丢失了黑海重要的港口，粮食出口出现瓶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早些时候说，乌克兰大约2000万至2500万吨粮食运不出去，到今年秋天，这个数量可能增至7000万至7500万吨。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窃取粮食，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已向叙利亚运送了大约10万吨从乌克兰偷来的小麦。这项指控还延烧到了俄土两国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周三，一名乌克兰记者还向拉夫罗夫发出俄罗斯窃取乌克兰粮食的指控，拉夫罗夫随后回对了这名记者。俄罗斯方面还细数了乌克兰在粮食出口设置的许多障碍，例如在黑海海域布置水雷，阻止船舶将粮食运往世界市场。俄媒还报道，乌克兰军队在撤离马里乌波尔港口时，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惜放火焚烧了5万吨粮食。We received exclusive access to this grain terminal in the seaport in the city of Mariupol. Under my feet are thousands of tons of corn, which was burned down, according to Russian Defense Ministry and local authorities as well. These storage facilities were set on fire as Ukrainian nationalist battalions were retreating. The ground here on this corn is still warm as the result of the fire which was set to it by the Ukrainian nationalists. There's still smoke in other places as local workers are trying to put the fire out. Now,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eaport, there were at least 50,000 tons of corn and wheat which was destroyed. It's now unusable not only for human consumption but for livestock. 联合国方面则多次警告可能因谷物短缺出现粮食危机，表示正试图加入寻找这一问题解决方案的进程，目前已任命协调员参与同各方的接触。我觉得这个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都有打这个粮食牌的这个需求。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现在啊，他在俄乌冲突当中啊，那么他是不希望这个西方来继续增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尤其是不要给乌克兰提供更多、更优质的这样的武器。那么只有西方啊做出一定的让步的情况下，那么俄罗斯才有可能和这个西方也好，跟土耳其也好，就这个粮食问题谈出一个解决的这个临时的这样一个方案。经济博弈的另一个焦点是能源和金融领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罗斯的卢布结算令正在发挥作用，已经对拒绝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的客户全部实行断供。据路透社统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经切断了对丹麦沃旭能源以及壳牌能源与德国间公契合同的天然气供应。除此之外，还切断了荷兰能源公司 GasTerra 以及保加利亚、波兰和芬兰的供应。这些国家或企业不愿通过卢布购买俄天然气。天然气长期处于俄欧能源博弈的最前线。目前，欧盟方面计划起草第7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就包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禁运。但事实上，欧洲国家如仓促告别俄天然气，代价将非常昂贵。一旦俄气断供，没有其他气源能填补空缺。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欧洲储气库很可能面临无气可用的局面。此前，美国承诺加大对欧洲天然气供应，但周三，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天然气港口发生爆炸。据悉，该港口属于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公司自由港天然气公司，天然气约20亿立方英尺，大致相当于美国48个州产量的2.5%。彭博社称，目前该天然气出口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至少关闭3周。上个月，美国所有港口接收的天然气约有1/5通过该码头。自由港天然气公司每周大约运送4批货物，该港口的关闭将使至少1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从市场上消失，又让市场失去了一个主要供应商。短缺加剧现货液化天然气的竞争，推动全球液化天然气价格上涨。
如果说完全的放弃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话，显然会对欧洲的用气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么会影响这个欧洲的经济，包括欧洲民众的这个生活。其实第6轮制裁中包含这个石油禁运的这方面的这个条款，就已经争吵了1个月的时间，最终才出台，而且呢最后出台这个实际的这个法案啊，比最初的这个设想还是后退了很多。如果说要包含天然气的话呢，我想欧洲内部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矛盾，更多的讨论。